最近在一个临床社团里，有人贴出一张照片，左手掌可见一个伴随出血性水泡。我一看那张图，心里只冒出一句话：这不是蜂窝性组织炎，这是创伤弧菌。再慢半天，可能就要截肢了。底下留言炸开，有人说是坏死性筋膜炎，有人猜蜂窝性组织炎。但对医检师 QQ 来说，这画面太熟悉了。这是一种每年夏天都会夺命的细菌。最可怕的是，它不是来自哪个远方的病毒，也不是医院才会出现的超级细菌，它就藏在我们吃的海鲜里，玩的海水里。这个凶手的名字叫做创伤弧菌，学名 Vibrio volnificus。它的外表弯弯的，像个小逗号。跟它同一家族的，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霍乱弧菌、肠炎弧菌。这三兄弟都喜欢温暖的盐水环境，台湾、东南亚、日本沿海地区就是他们的天堂。创伤弧菌最喜欢的温度是摄氏20到37度，也就是我们夏天玩水的那个温度。当海水温暖起来，阳光充足，营养丰富，它就大量繁殖。所以台湾每年从5月开始到10月，都是创伤弧菌感染的高峰期。很多人会问，那到底怎么会被感染呢？其实有2条路。第一条是伤口接触感染，只要你手上、脚上有小伤口，去钓鱼、摸螃蟹、玩海水，甚至只是去渔港踩一下海水，这些细菌就可能从伤口钻进去。第二条是吃进去感染，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生蚝。创伤弧菌常常寄生在海水里的贝类，特别是牡蛎。你以为吃生蚝补身很鲜甜，但如果生蚝里的弧菌没被杀死，细菌就会从肠胃道进入血液，引发感染。对健康的人来说，多半只是拉肚子、发烧、呕吐，几天后就好了。但如果你有慢性肝病、糖尿病，免疫力比较弱，那就危险了。这些人一旦感染，细菌可能迅速穿过肠壁进入血液，造成败血症，甚至坏死性筋膜炎。整个过程非常快，从接触到发病可能不到1天，短短24小时内，皮肤就可能从红肿变黑、溃烂、坏死。我在医院看过一个案例，病人只是钓鱼被鱼钩划到手指，一开始不以为意，结果隔天整只手肿起来，发高烧，送到急诊。医师一看就怀疑是创伤弧菌，短短几个小时，病情恶化到必须截肢才能保命。那创伤弧菌到底是什么样的细菌？在显微镜下，它是弯弯的杆菌，染色后是粉红色的，表示它是革兰氏阴性菌。它身上有鞭毛，能在水里快速游动，最爱盐分大约跟海水差不多的环境，太淡不行，太咸也不行。所以在河口、渔港、海产滩附近最容易找到它的踪迹。如果气温降到摄氏13度以下，它就会变得很懒，不太活动。但一到夏天，温暖、潮湿又有营养，它就爆发。这就是为什么夏天特别多创伤弧菌感染病例。那怎么知道这是创伤弧菌的呢？在实验室里，我们会先做革兰氏染色，在显微镜下看到弯曲的粉红色杆菌，就是线索。接着用特定培养基观察菌落特征，再透过像 VTEC 这类自动化鉴定系统，或是质谱仪这样的分析设备，来确认它是不是弧菌家族的成员。整个过程大概1天内可以得到结果，这对医师选药治疗非常关键。那治疗呢？对付创伤弧菌最怕的就是拖。感染初期，如果只是红肿疼痛，医师会立刻给予抗生素治疗，常见会用第3代头孢菌素搭配4环霉素类或是氟喹诺酮类药物。如果感染已经深入组织，医师可能会立刻进行清创手术，甚至需要截除坏死部分。一旦进入血液，病人就得住进加护病房，全力抢救。所以预防才是最关键的一步。记得这几点：第一，有伤口就不要碰海水，不要觉得只是小破皮没关系，弧菌不需要大门，它从针孔大小的伤口就能进。第二，处理海鲜一定要戴手套，特别是剖螃蟹、青鱼这些尖锐壳或鱼刺最容易划破皮肤。第三，不要吃生海鲜，煮熟才是最安全的，特别是生蚝。
冷藏不代表杀菌，创伤弧菌在冰箱的低温中仍然可以活着。第四，如果你是高风险族群，像是有肝硬化、糖尿病、慢性肾病或免疫功能低下，那就更要避免接触海水或生食海鲜。那创伤弧菌和它的兄弟肠炎弧菌、霍乱弧菌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霍乱弧菌是造成大量死亡的霍乱元凶，主要透过饮水或食物传播，在肠道分泌毒素，让病人大量腹泻、脱水，出现米汤样便。肠炎弧菌则是最常见的吃坏肚子弧菌，吃到未煮熟的海鲜就会中，造成肠胃炎、呕吐、腹泻，通常不致命，但让人印象深刻。关于肠炎弧菌，可以回头看之前的影片，连结我放正上方。创伤弧菌则是这三兄弟中最危险的一个，它可以从皮肤直接入侵身体，造成坏死性筋膜炎、败血症，死亡率高达3到5成。如果这三兄弟要分工的话，霍乱弧菌是让你全身脱水的肠道杀手，肠炎弧菌是让你上吐下泻的食物中毒高手，创伤弧菌则是那个一旦进入身体就可能要命的狠角色。最后，我想提醒大家，创伤弧菌不是罕见的热带细菌，它就在我们身边。每年夏天，医院里都会出现几个病例，有些人只是去钓鱼、摸鱼、吃生蚝，就被这个看不见的细菌夺去了健康，甚至生命。所以，下次当你在海边玩水、清鱼或吃生蚝的时候，记得想起这支影片，那个看似无害的小伤口，可能是弧菌打开的大门。你有没有处理海鲜时被割伤过，或听过身边有人感染弧菌的故事？留言告诉我你怎么预防吧。我是医检师 QQ， 我们一起从小小观察做大大检验，下次再带你认识更多隐藏在生活里、肉眼看不见的真相。